大家好，在前面的2支影片里面，我们介绍了使用 Obsidian Yankee 外挂来产生 Markdown 的档案，再透过 Anki 的同步，把这些 Markdown 的档案再产生成 Anki 的闪卡。在这一次的影片里面，就来介绍如何产生 Yankee 的这一些 Markdown 的档案。使用的程式是用 AutoHotkey V2 的脚本，透过这个脚本就可以指定一个设定的文字档，在这个设定的文字档里面，就可以写下需要产生出闪卡的英文单字，再透过这个脚本产生出 Obsidian 的 Markdown 的档案。有了这些档案以后，就可以再透过 Yankee 这个外挂，把这一些 Markdown 的档案产生到 Anki 里面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设定的文字档，它的格式是怎么样。首先要请大家注意的就是这个文字档呢，请大家使用 UTF-8 没有 BOM 的方法来做它的档案编码。格式里面的第一个字元如果是分号或者是井号，它就是注解行，不会执行的，就是让我们做一些说明性的文字。接着第一行不是注解的这个内容，必须用斜线开头。它指定的就是设定好了路径之后，下面的每一个单字都要产生在这一个指定的资料夹里面，一直到后面又有一个新的资料夹的设定出现为止。那因此我们这个设定这2个单字是产生在 7A-1 资料夹里面，后面这个是产生在 7A-2-Word 资料夹里面，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来指定不同的单字要产生在哪一个资料夹里面。设定档只要这样子设定好以后，就可以直接透过这个脚本，这个脚本目前的名称叫做 Yankee1.ahk 这个文字档呢，它是透过 WinHTTP 这个看目键到雅虎的字典网站里面去取回中文的解释还有音标这一些需要的栏位。那有了这些栏位以后，再产生出 Markdown 的档案。以下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脚本的逻辑说明。Yankee1.ahk 是使用 AutoHotkey V2 这一个版本来撰写。在这边我们定义了一些 global 的变数，在这个地方就指定好了预设的档名。接着在后面这个 action-word 的变数里面使用了一个多行的字串，这个就是我们要输出的格式。要产生出来的 Markdown 的档案，它的完整的内容就在这个地方。在后面的脚本处理上，就把这一个大括号1、2、3、4这几个栏位用实际取到的内容给替换掉。然后后面接着就使用 input box 让使用者输入一个档名，有了这个档名以后，开始来读取这个档案。这个档案读取的方法是使用 loop read 这个指令，读到了以后你再去解析每一行，因此这个 A_loop readline 就是读到的每一行，这个每一行以后就来解析它的内容。如果它的第一个字元是分号或者是井号的，就不处理，直接再读下一行。如果它的第一个字元是斜线的，就把这个斜线后面的路径给储存起来，然后把它给放到输出路径的阵列里面。然后同时我们再把后面所取到的每一个单字都放到底线 A English Words 这个阵列里面。透过这一个读档的内容，就可以把设定档的里面的所有单字通通给读到阵列里面了。后面就再针对每一个单字到雅虎的网站去取回它对应的中文解释，还有它的音标等等这些栏位的内容。为了让执行的进度能够显示在萤幕上，因此我们就建立了一个GUI的物件，然后透过这个GUI的物件来变更它的进度，这样子就可以在萤幕上面看到它的进度处理到目前的笔数的状态，就可以显示在萤幕上。回圈全部跑完以后，就是所有的档案都已经产生完毕了，我们需要的单字的 Markdown 档案就全部产生完。在整个处理的逻辑里面，最重要就是这个 output， 它就是负责产生 Markdown 的档案。我们是把它写成一个函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output 的函数，它就是透过 translate 这个函数从雅虎的网站取回音标等等的栏位，然后最后再把这个内容呢透过 file append 把档案给写出去。因此真正写档的动作是用 file append 来做输出的动作，取回音标等等这些栏位是透过 translate。来看一下这个 translate， 它也是一个函数。首先就是把雅虎的栏位给组织好，然后透过 T 等于把这个要搜寻的单字给传递进来，再透过这个看目键跟雅虎网站取得它的内容，然后取到的内容以后再透过 HTML file 这个看目键对这个 HTML 的内容做解析。我们后面这边就是在做解析的内容，把解析到的内容呢就分别储存到变数里面，然后最后再把这个变数放到这个阵列里面，然后有了这个阵列以后呢，就把这个阵列给传递回 output 函数。那 output 呢这个函数透过阵列把需要的栏位一一给取出来，最后就把这个档案给产生出来。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比如说这个 Angry， 这个就是我们透过雅虎奇摩，后面这个内容就是从雅虎奇摩网站取回来的内容。透过这样子的方法，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产生出需要的这些 Yankee 的 Markdown 的档案，然后再透过 Yankee 的这个 Markdown 呢，就可以同步到 Anki 里面了。
来做一次实际运行的状况给大家看。到 Anki 里面，然后进入我们这个是 English-7 这个牌组，点击一下浏览。那目前因为已经有产生好的内容，那我就把这个里面内容给全部删掉，按下 Ctrl+A， 再按 Ctrl+Delete， 把所有的内容全部删掉。然后我们再重新产生一次需要的这个 Markdown 档案，因此就是在 VS Code 里面点击右键，这里面就有一个 Run AHK Script， 这边就可以输入档名，就是我们的设定档名，然后接着点击确定，它就开始处理了。档案已经产生完毕了，目前有182个档案，我们就可以到 Obsidian 里面来看一下这些内容有没有产生出来，像这一些都是直接透过刚刚 Yankee1.ahk 产生出来的档案，然后在 Obsidian 里面再按下 Ctrl+P， 再输入 Yankee， 找到 Sync 指令，再执行它就会开始做同步的处理了。我们就可以到 Anki 里面来看一下它资料的内容是不是有进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新卡片的数字一直在增加，就表示说 Obsidian 里面的 Yankee 的 Markdown 档已经同步到 Anki 里面来。它还没有同步完，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现在已经储存进来的内容，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产生进来的内容。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透过文字的设定档，把需要的单字给同步到 Anki 里面来。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这个 AutoHotkey V2 的脚本，那希望对于各位在使用 Anki 产生档案上能够有一些帮助。如果你觉得我介绍的 AutoHotkey 的技巧对于你在学习上有帮助的话，请各位记得订阅、按赞、分享，谢谢各位。